欢迎您光临杂学咖啡馆，我是读万卷书板块的说书人 K。书接前文，继续与您分享一个天才的一生。由美国作家马丁·舍温和凯伯德所著的《奥本海默传：美国原子弹之父的胜利与悲剧》。我们的故事进入到了全书最高潮的第3部分。身为原子弹之父的奥本海默正在面临着2个悲剧：国际原子能控制机制的流产和在安全许可听证会上被公开羞辱。先说第一个悲剧。1944年，在德国几乎已经确定将战败时，很多科学家开始怀疑是否还要继续开发原子弹。奥本海默再一次说服了他们，这种可怕的武器在让全世界都了解威力之后，应该由即将成立的联合国所接管。当然，科学家内部也有不同意见。冯诺依曼、泰勒、劳伦斯等科学家都反对限制核武的使用，他们认为应该由美国开发出更强大的核武器来对苏联和其他国家形成威慑。无论如何，到1945年最终完成核试验时，奥本海默和大多数科学家都寄望于投放到日本的是人类最后一次使用核武器。事实证明，即便是科学家自己也低估了核武器的威力和诱惑。后来奥本海默回忆说，当时他想起了保加放歌，在心里不停默念着，我成为了死神，世界的毁灭者。直到广岛和长崎2枚原子弹爆炸前，他都在游说美国政府，在核武投入使用之前，应该向苏联分享信息，否则将难以逆转苏联对美国的恐惧。对于奥本海默来说，洛斯阿拉莫斯所体现的过度保密原则，不但限制了科研，还对人类社会的整体和平有害。然而，赞成他意见的罗斯福总统在那年的早些时候突然去世，而继任者杜鲁门对科学家傲慢无礼，在投弹前的最后讨论中，奥本海默的意见被完全驳回。但他像保加放歌中的王子，默默履行着自己的职责，默许了所有的政治决议。而见识过核武器的恐怖威力之后，军方就更加不想放弃了。在杜鲁门继任后，美国外交的重心开始转向美苏对抗。最终之所以选择在日本投下原子弹，不仅是为了加速日本的投降，有一部分原因也是为了赶在苏联参战之前取得战果，从而确保日本投降的对象是美国而不是苏联。这可能是一个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电车难题。轨道的一边是上百万人伤亡的可能性，另一边是切实存在的几十万人伤亡。而奥本海默在这个问题当中所扮演的，其实只是那个制造轨道变动器的人。他无法掌握方向，但觉得自己应当负有责任。当奥本海默意识到美国政府的意图之后，他游走在各个派别的意见之间。一方面接受着美国政府保留核武器维护安全的想法，另一方面又在设法推动美国放弃核垄断。然而杜鲁门拒绝了他的方案，把他主导的完全中立的国际原子能开发机构变成了由美国控制的傀儡。苏联当然也无法接受这种提议。总之，奥本海默试图阻止核武竞赛的努力不可避免地走向了失败。1949年，在苏联也进行了核测试之后，局势更加雪上加霜。美国为了维持核武器优势，很快就决定要研究氢弹。而奥本海默代表科学家公开反对继续进行无止境的军备竞赛，这让他得罪了更多的人，最终酿成了第2个悲剧。1954年，奥本海默被吊销安全许可，并被公开羞辱。那么都有哪些人和他过不去呢？作者在书中用了大量的独家档案揭发了幕后的黑手，总结一下，大概是以下这3大势力。首先是埃德加·胡佛领导的美国情报部门，也就是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虽然联邦调查局在战后才开始监听奥本海默的起居生活，但胡佛作为局长，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已经盯上了奥本海默。胡佛私自对美国政府的批评者实施了大量的窃听和跟踪，甚至绑架和暗杀那些他认为有嫌疑的人。奥本海默也在他的名单之中。从对奥本海默的监视中，胡佛盯上了他的前女友塔特洛克，认定他可能是苏联间谍。有证据显示，塔特洛克1943年很可能不是自杀，而是被暗杀。胡佛从1946年就开始秘密调查和原子弹有关的所有政府人员。在50年代极端反共的麦卡锡主义时期，这些调查帮助麦卡锡掀起了白色恐怖。
然后是爱德华·泰勒代表的学界对手。奥本海默一直都怀疑氢弹的可行性，而泰勒对此耿耿于怀。泰勒后来又带着劳伦斯另建了一座有核武开发能力的美国国家实验室。这种美军和学界的深度合作遭到了奥本海默的反对。对于威力没有上限的氢弹，泰勒并不担忧会毁灭人类，反而认为炸弹越有毁灭性，人类越不敢用。他也完全不觉得开发武器有什么道德负担，他只负责开发，怎么使用是别人的问题。此外，泰勒和冯诺依曼一样偏右翼，他们反对奥本海默的进步主义政治，有强烈的保守倾向，无法接受奥比受人崇拜。还有就是美国政府的右翼政治势力，他们的代表是原子委员会主席刘易斯·斯特劳斯。斯特劳斯靠自己在华尔街的财富，逐渐获得政治影响力，进而成功的在海军军械部谋得了一席之地。1946年，杜鲁门委任他进入新成立的原子委员会。他当时还代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董事会，邀请奥本海默去当新任院长，而奥本海默也接受了这个邀请。然而后来，由于奥本海默拒绝和他分享研究院的管理权，让锱铢必较的斯特劳斯怀恨在心。事实上，从一开始他就不喜欢奥本海默。斯特劳斯赞同美国军方主张用大规模核武器威慑苏联，而不是建立核控制协议。不仅如此，1949年，斯特劳斯代表美国军界反对美国出口研究用的同位素。在奥本海默作为专家出庭作证时，嘲讽那些反对出口的人不懂科学，斯特劳斯感觉受到了公开羞辱。奥本海默这种渴求别人认同，但又不顾别人感受的性格和他张口就来的黑色幽默，有时是一种魅力，可有些时候会得罪不应该得罪的人。怀恨在心的斯特劳斯于是联合了所有反奥势力。在1953年，他被新总统艾森豪威尔任命为原子委员会主席后，立刻就开始布局打倒奥本海默，还特意交代当时风头正盛的麦卡锡把奥本海默留给原子委员会来处理。斯特劳斯从胡佛那里获得了10几年的监听记录，利用这些材料，通过别人在奥本海默的安全许可延期前提交举报信，导致奥本海默不得不需要通过听证会来重新获得许可。然后他又利用手中的权力，为奥本海默安排了一个充满敌意的听证委员会，利用机密文件的信息差，让奥本海默无法辩驳，还用他和塔特洛克的交往隐私来贬低他的人格和忠诚。他找来奥本海默的学界敌人作证，并且提前串通好证词。比如泰勒作证前6天就拿到了斯特劳斯给的听证记录，泰勒直白地说，这不只是安保问题，而应该把奥本海默代表的和平主义彻底在科学界打倒。斯特劳斯更利用自己在媒体的人脉，操纵奥本海默听证会的舆论，把他说成是不值得信任的骗子。奥本海默罪名的重要依据就是希瓦利埃事件。1942年冬天，奥本海默的好友希瓦利埃在一次聚会上向他透露有苏联领事馆方面的渠道，如果有什么信息想给苏联，可以找那个人。奥本海默什么也没说，也没有第一时间向安全部门报告这件事，直到1943年一次偶然的机会才提及了有个人需要查查。安全部门当然不会放过这个线索，可奥本海默又不想供出希瓦利埃，他像往常一样随口编了个故事搪塞。这显然不能阻止安全部门的刨根问底。最后的结局是，他不得不私下向格洛夫斯供出了希瓦利埃。在1946年 FBI 再次调查这件事时，他如实地讲述了情况，但这明显与官方留下的旧版本记录不一致。斯特劳斯找的控方律师手上有2次谈话的全部录音，于是就抓住这个没有造成任何泄密的事件当成罪证，试图证明奥本海默根本不在乎美国。结果是，听证会最终得出的结论，奥本海默不诚实，而且持有和美国国家政策不同的意见，建议取消许可。斯特劳斯继续授意原子委员会主管，给委员会全体成员写了一封案情总结，说奥本海默是美共党员，而且他还反复撒谎。斯特劳斯还嫌不放心，甚至直接贿赂了原子委员会成员，终于通过了最后的投票，吊销了这位原子弹之父的核机密安全许可。这次听证会实际上是向美国的科学界宣布，在当时的美国，政治接管了理性。
即便是奥本海默，也因为自己的爱国热情和直言进谏而被公开惩罚。科学界不再是救世主，也不能参与美国公共政策的制定，只能乖乖从事军方指定的技术研究。冷战时期的美国政治对立和歇斯底里，逐渐吞噬了理性和中立的空间。此后，越来越多的科学家被纳入到军工复合体的实验室框架中。泰勒和劳伦斯击败了昔日同事，他们为美国的右翼政治摇旗呐喊，成为新的科学代言人。此后的奥本海默淡出了学界，他再也无法去新墨西哥休养，因为洛斯阿拉莫斯已经变成了常设的美国国家实验室。他在一个太平洋的小岛上找到了平静，直到1963年被美国政府象征性平反后，才重新获得大众的尊重。4年后，62岁的奥本海默因为咽喉癌辞世，一代天才终于陨落。以上就是本书的全部精华部分。最后做个总结，原子弹可能是人类物理学300年的巅峰，也可能因为人类的无知、自大与自私而自我毁灭。奥本海默的一生充满了自相矛盾和挣扎，他致力于社会正义和理性，可今天提及他的名字，却总让人联想起升腾的蘑菇云和世界末日。他出身显赫，既和大科学家爱因斯坦谈笑风生，又与凯南这样的政界高层交往甚厚，但他却关心社会中饱受苦难的底层人民。作为物理学家，他在20世纪初物理学理论伟大革命的尾声进入量子物理学领域，探索过许多新的方向。但他精力旺盛，又过于小心翼翼，从来就不喜欢在特定问题上深耕。他不擅长做实验，因而在求学时饱受折磨，但却能带领一个庞大的团队，完成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科学实验工程。他富有魅力，但是直言不讳，这让他得罪了太多不该得罪的人。他进行晦涩艰深的科学研究之余，仍然持续地保持着对诗歌的热爱。尽管这在他的同事们眼中属于浪费时间，但他却从中获得了心灵的安宁。作为公认的原子弹之父，他亲手开启了人类的原子时代，却投身于反对核扩散，且在冷战时代美国病态的政治中因此遭受迫害。最后，我们用他自己的一句话来为这个系列做个结尾，那就是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每个人都要知道自己的局限，都要知道肤浅的罪恶。这就是关于奥本海默的全部内容分享。如果您对这位天才的传奇一生感兴趣，欢迎通读原著，或是去看一看诺兰导演的同名电影。感谢您的观看，并请点赞关注，我们下期再见。